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子胜说故事，我是欧文，我是柔一。本集很特别，我们要做一个有关来到地球的外星人特辑。天啊，是搭飞碟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吗？是的，子胜说故事上一集，震惊，是外星人创造人类。人类第一次收录外星语言为伏尼契手稿，震惊了全球。这本古书几百年来无人能破译，因为它是用外星人的语言写成的。不过，最近被遗迹女王破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遗迹女王本身也是外星人。伏尼契手稿是世界上最神秘和难解的书籍之一，该手稿是用上等牛犊皮纸制成。全书大约240页，书中文字及图画数百年来一直都是个谜。手稿内容是用一种地球上从来没看过的未知文字所写成，其作者仍然无法确定。尽管进行了无数次解码尝试，手稿的内容仍然是一个谜，其秘密仍然是密码学和中世纪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但这些都被遗迹女王翻译出来了，并且也推出几点证明。包括这手稿不是人类可以写的，遗迹女王翻译与白武士语言真实无误，也证明了紫薇圣人就是外星人的身份，以及邪恶外星人蜥蜴头目 Podo 早在14世纪就开始在地球做实验，抽人类的气，控制人类灵魂。遗迹女王翻译手稿的一部分，由手稿内容可以得知，胖豆在地心有很深的储气槽，透过外星核动力将人类的气抽上去，并且还有分流，容器就有专属的管道，不会分散在不同的储气槽里。抽走容器的同时，会同时输入蜥蜴种子在地球，控制人类。由于手稿的翻译破解，证明外星人真实的存在。本集我们将会有更多外星人来到地球的证明，也将听到更多不同种族的外星人所讲的梵语，让大家对于神秘已久的外星世界将会有更多精彩的了解。敬请期待着故事要从2500年前说起。各位观众，今天的故事可精彩了，因为其中还有一个大人物登场，那就是鼎鼎大名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一集不只介绍释迦牟尼佛的故事，还会播放一位超级大咖的珍贵特辑。他在2500年前与佛陀有很深的缘分。太期待，心跳加速。我也心跳加速中，但要播放超级大咖的特辑前，我们要先听子胜为我们快速理清，让观众知道2500年释迦佛尼佛在地球发生的事情。白武士国王创造了人类后，地球上的人类尚处于需要被观察的阶段，等到时机成熟，白武士国王派大臣来地球，准备要教化地球人，带给人类科技。于是在2500年前，白武士国王派出白武士大臣释迦尊者来到地球，随行的还有白武士盟邦正义联盟的文殊菩萨、依济女王与他的卫队大黑天马哈嘎拉与9大护法，也一起来到地球帮助释迦尊者。此次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为了要将白武士星球的善法、科技教导给地球的众生，这就是2500年前释迦尊者等人来到地球的原因。但此行他们所带部队不多，那一日大伙正在开会，当时由释迦尊者及遗迹女王主持会议，正在讨论蜥蜴族不守降约，提早来到地球，地球上已有太多的蛇族、蜥蜴族等，要如何平乱？没想到突然遭到包围。蜥蜴族首领 Podo 跟蛇族、修罗族发动攻势，大伙商议要如何杀出重围，掩护释迦尊者及遗迹女王逃出去。于是白武士盟邦正义联盟率先冲出，用光剑跟蛇族、蜥蜴族大战。不幸的，他们随后落入蜥蜴族早已埋伏好的陷阱，大伙皆身受重伤。而释迦尊者临死前奋勇救出遗迹女王，将女王藏在山洞里，女王因此在山洞闭关，这2000多年才躲过追杀。女王在山洞闭关，不过由于没有维生舱修复身体，最后也死亡在地球，而后陆续投胎在人类身上，随后有很多的转世，
例如，曾转世在西藏成为宜喜错家佛母，传出空行母密续；曾转世在清朝成为康熙的女儿固伦克敬公主，统治大漠南北跟新疆等地。当时释迦尊者逃到印度，大黑天马哈嘎拉护法逃到云南，死亡以后，接着没多久，大家纷纷投胎在人的身上。那个时候，释迦尊者就是投胎为印度的王子。由于他还记得白武士国王交给他的使命，必须将外星的善法与法教传给地球人，所以他很快舍弃王子的荣华富贵，选择去修行，去悟道。结果释迦尊者成佛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释迦牟尼佛，前前后后讲出三藏12部正法。大黑天马哈嘎拉当时逃到云南，往生以后，同样也是追随着释迦尊者，但当时是以报身的形式守护在佛陀身边，所以很多通灵人看到大黑天，由于其长相深蓝色，就称呼为大黑天是佛教的大护法。这就是大黑天是佛教护法的由来。财宝天王死后也投胎到中国，在唐朝成了大富豪，成了中国人的信仰。各位观众，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超级大咖就是2500年前担任佛陀卫队的大护法大黑天马哈嘎拉。是的，2500年后的大黑天马哈嘎拉来到台湾，在一位跟他有缘的台湾人身上，透过这个肉身，他可以讲中文语、讲外星语、梵语。本集我们将带领观众一起聆听这神秘的外星语言梵语。为何大黑天尊者可以透过这个肉身来讲话呢？我们先请紫薇圣人为我们解答。因为这个肉身是台湾人的肉身，而这个人类的肉身与南方龙的龙脉共一气，而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等人在古代是古印度人，马哈嘎拉后来死亡的地点是在云南，古印度和云南也都属于南方龙脉。龙脉绵延千里而来，这个龙脉上面有许多龙穴，死亡后葬在龙穴上的人，灵魂就可以随着龙气走，而且这些龙穴的气是会相通的，因为气相通，然后刚好这个台湾人的肉身也得到南方龙的龙气，于是佛菩萨与护法可以在这个肉身上讲话，而且是用我们外星人白武士的语言，就是梵语。原来如此，那我们赶快来聆听大黑天马哈嘎拉的外星语梵语。当时我们一群的卫队跟随着释迦尊者来到地球，我们知道地球上有一群的蜥蜴可能会被他们埋伏，因此我们在抵达地球时启用了隐形装置，格外小心，以避免被他们偷袭。可是最后还是被蜥蜴发现了。当我们被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分配要保护白武士大臣、女王，分散逃亡，因为如果大家集中逃亡，目标会太明显。当时我们卫队包含马哈嘎拉、财宝天王与眷属们拿出光剑，向四面八方逃去。文殊菩萨跟住释迦尊者往印度的方向。我们卫队，尤其是马哈嘎拉和财宝天王是先冲在前面的。我马哈嘎拉与一些眷属当时一路逃到了现在的云南。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云南。当时我们被蜥蜴与蛇族追杀，身体都受了伤。얼마나 간절하까지 나나까지다 엄마리 진짜로 간말하잖아까지지 한지는까지 진짜 누구 눈을 하지 설머니 간디니까 한나는 거는 살아고는 것만 하자라까지 한마리지 하조고 말할살까지 달아가라。当时我们被追杀，身上都有受伤，而且我们马哈嘎拉族的血液是蓝色的血液，地球上根本不可能会有药来医治我们，再加上维生舱也坏掉了，也没办法修复我们的肉身，地球上又有很多的病毒细菌，同时也考验住我们的身体。我们当时一路逃到云南，在山野里面遇到一群脸上留有络腮胡的野人，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也是吓一大跳，他们想说这是什么？怎么跟他们长得很像，可是外表又长得不一样，身高落差很大，因为我们马哈嘎拉族的身高不高，130几公分，这群野人身高比较高。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有开启隐形装置的，但后来隐形装置受损，所以这些野人突然看见我们，也让他们吓了一跳。그날에 하시냐 나보다도 오바지도 나다 자천조로 고지살라 한마리 살라다 고살리 가자도 뭐는 고지살라 다 총간 짜짜라 고지다 한마리 하시려가 하지 한마지 꿈마라 자달라 고지다도 고자 친간 차지 가가라 因为语言不同，他们听不懂外星语，而我们马哈嘎拉星球本身也不是使用文字来表达，我们都是以绘画来表达，所以我们在画图上的能力非常厉害。于是我们就在他们的墙壁上用画图的方式向他们说明，这个深山现在目前很安全，但是外面有很多的蜥蜴族与蛇族会把人吃掉，然后占领你们的地盘，将你们灭族。我们其实就是要来保护地球的，我们跟随着白武士国王要来把地球收复回去，没想到遭到蜥蜴族偷袭。我们也告诉他们，我们寿命不是很长，即将可能要往生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告诉他们要拜天，所以我们画了蓝光神，一道蓝光告诉他们要对着天拜。 엄마라 하지려가 좋고 뭔지 엄마라 하지로 고자라라 하지려고 뭔지도 고리 진짜 먼저 저러거다 엄마라 진짜다리도 로가 먼저 저러거 진짜 따다 저러거 참 저러거라 而且我们又告诉他们，千万不能随随便便跑出去，外面相信那一些可能你以为是人的人，其实他们都已经被占据灵魂，可能已经不是你们所看见的那个样子。他们当时看到我们的时候，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神，因为觉得彼此长得其实有点像，只是我们比较娇小而已。然后我就死在了云南，这是我在2500年前大致经历的过程。经过了几千年之后，2013年有一则新闻报道，在云南挖到一堆蓝骨，蓝色的骨头、骨骸，因为正常的人类不会这么娇小，而且骨头不会是蓝色，那其实就是我们的骨骸。新闻报道，云南省有一个村庄发现一个千年古墓，挖到蓝色骨骸，那个蓝色骨骸就是大黑天尊者前世的骨骸吧？没错，我们来听子胜为我们谈谈这个奇妙的经过。那时候刚好我在电视看到这则蓝骨出土的新闻，因为我们人有3个魂，其中有一个就是地魂，地魂一定会跟随着你的尸块与肉身。也就是地魂会在你的坟地，你会被困在那里。因为我讲过分子有内聚力，所以它会把你吸附在那里。由于当时马哈酋长的肉身是葬在云南，当然他的地魂是困在云南，但是人魂呢？人魂就是我们讲的报身，则可以用护法的形式到处去守护那些修行者。但这个地魂不收回来不行，所以当我一看到电视报道挖到蓝骨，这肯定是马哈嘎拉与他的眷属的骨骸，他的坟被找到了，所以我立刻用蓝光神的神通力，直接飞到现场，跟马哈嘎拉讲了一段话：“你是马哈嘎拉吗？”他说是。我说：“你等一等，我把你救回来。”然后我在跟马哈尊者的人魂确认过后，立刻将他的地魂收回来，与肉身合一，这样他的外星球的记忆就会完整了。我们的地魂拥有我们前世的完整记忆，所以每一次投胎的时候，你们的记忆是片段或是潜意识，而潜意识的记忆往往是丧失的，并不是喝了孟婆汤，是因为你的记忆是随着你的地魂葬在坟墓那里，就像我们拜祖先，祖先有个地魂是在坟墓、坟场，而有一个人魂被请回来家里摆在祖先牌位，你还是可以跟祖先置脚，还是可以跟他沟通，他会守护你，这就是我们在拜家礼拜的祖先，是拜他的人魂。然后投胎也是由这个人魂去投胎，因为地魂是困在坟场，是没有办法投胎的，所以你的人魂会不断的投胎，每投胎一次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地魂。这个道理很像一个大榕树，树根蔓延出去，然后每一个根又长出一个枝芽来，然后长成一片树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会有很多的前世。我刚才解释了，守护你们修行的马哈嘎拉是人魂，他那时候并没有去投胎，他们说好要来保护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菩萨这一群白武士大臣。那他的地魂困在云南，我把他收回来合一以后，他就有完整的记忆。他所讲的语言是梵语，
这是白武士盟邦的共通语言，就像我们目前在地球共通的语言是英文或者中文。虽然每一个地区所讲的梵语有不同的腔调，但是都听得懂，所以到时候不管是文殊菩萨或是释迦牟尼佛本尊来讲梵语的时候，腔调是有一点不一样，但都是我们的梵语，就是我们白武士的语言，这样说明大家理解。那我们来请文殊菩萨讲一段话。原来这则新闻所隐藏的秘密，可以追溯到外星人来到地球的远古时期，这可说是考古学上的惊人的发现呢。有关地球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原来有如此深厚关系在里面，也讲到所谓的三魂。那我们接下来赶紧来听听看，由文殊菩萨用梵语来跟大家谈谈。엄마나 자주꾸른서 같았지 한잔하라 같사르고다트지 하주르고 간나나 사단이 진짜 죽겠다 제됐다 한나나 고는 센진에 가라 찬다고 한마나도 쫓지자다로 가차차 하주고 군나도서 가자 하지가라 듣고 치치나도 가차라 가치다 한진에 거치다 거차고 죽거지 잡아 한마나 꾸꾸꾸꾸 날아가시다 치자라 거치거라 거더니서 뭐네 알아지다 한자라 거치고를 산자나 거치자 한주누 남바라가라 한주루 남바라가 한주루 남바라가 하츠코가 날아가 지지지다 반반아 공구는 생산자라가 지다 엄마를 지지다 感谢蓝光神，感谢白武士国王来救度大家。大家虽然听到的是2500年的事情，其实当时的过程非常复杂。不管是星球湮灭，然后我们来到地球守护，还有最大的灾难就是蜥蜴族来侵占地球，操控外星人肉身的灵魂，人类的灵魂。如果蓝光神没有再来，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坐在这里向大家讲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文殊菩萨也是跟随着卫队来到地球，最主要是跟随着总督，也就是释迦尊者一起勘察整个地球现状和人类的状态。因为地球原本就是白武士的母星球，不过没想到会在地球遇上如此大的灾难降临。当时大家逃的逃，甚至死亡在地球上，然后死亡之后又再去转世，成为了现在大家所熟悉的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菩萨。之后就将白武士星球的戒律，包含所有的三藏12部经典传到地球。透过文殊菩萨为我们说明，原来就是文殊菩萨来到地球后，将这些白武士戒律传到地球。我们也请子圣为我们说明地球上佛法的传递经过。其实这就是当时在25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接着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转世到印度，成为印度的王子。他拥有前世的记忆，因此知道自己要修行，要肩负救度地球众生的使命。所以你们也知道，他讲经说法749年被编成了三藏12部经典，这些经典成为了佛教徒最重要的经典。释迦牟尼佛本尊也成为所有佛教徒的精神信仰跟寄托所在。现在释迦牟尼佛也在他的释迦净土继续传法，救度众生，将来也会接引有缘的众生上去他的净土。我们现在就由释迦牟尼佛本尊来为我们开示2500年前发生的事情。哇，今天能够听到不同的外星人为我们用梵语讲解，真是太幸运了。真的，现在还可以听到佛教的创始者佛陀用梵语来为我们述说，我们一起来听听。찬주말라 던져놓고 한바라 자자라 가자도 만나는 운난도 건나서거든지 하지고 나더가다 하차커 고고 나다지고 만주는 만주고 고고라라 하치가 가카라고니 닌자는 만만달라까 고고고래 안주류류라마 호구주구나 사비 한줌문지 난징간 꼬마 체카카 한자라고 까치기 하주나나 만바르고 닌나지 두마지 바죽구가
한나누구나 직간진노 난자나 군잔주구 난수나 말레꾸 가다게디 닌나누구나 누구야 한죽구 차차르구 지다。我当时来到地球，然后甚至投胎成为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佛陀。其实当时我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被白武士国王安排到地球，要将白武士国王的所有法教、律法传到地球来，让地球能够接续星球的法脉。可是没想到这过程中被蜥蜴族偷袭，以及发生人类被换魂的事情。幸好我当时的记忆都还在，哪怕去人间转世，仍保有白武士的记忆，承担了很大的责任。记得来到地球是有很大的使命，就是要让大家恢复记忆，让大家知道自己是来自于不同星球的子民，不要忘记我们白武士国王和几千亿万年来所信奉的蓝光神，只有蓝光神才能够救度我们重生，就算遇到了再大的灾难，唯独只有蓝光神可以救度我们。透过释迦牟尼佛本尊、文殊菩萨与大黑天护法的开示，让大家更清楚了解2500前他们在地球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本尊、菩萨与护法也想表达他们在地球上守护你们人类，毕竟人类有很多人信奉他们。比如说，中国人特别喜爱信奉财宝天王，财宝天王也是属于马哈嘎拉这一族，与马哈嘎拉不过他们肤色有点不一样。后来财宝天王也投胎在中国，他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拿着土宝鼠的财神。这段我们就让财宝天王来跟大家讲讲。越来越精彩，中国古代有名的财宝天王也现身说法了，想了解财宝天王的故事吧？当然想呀，大家都很想见到财神的，我们赶快来听听吧。한전은 구멍이 라라라 오고리 간지고 오고리 난자라 가짜라 고라이 라리 오고리 라지고라가라 하잖아 종고라가 놈만다라 고지대라。财宝天王也是属于马哈嘎拉星球，只是他们的皮肤是金黄色的，但长相跟马哈嘎拉一样。当时财宝天王在星球上常常去找白武士国王，商讨要如何兴建每一个不同星球的建设，以将白武士国王的文明带到各星球去，所以财宝天王几乎每个星球的建设都有参与。然后当时财宝天王来到地球也是其中的一个卫队，跟随着佛陀一起来守护地球。后来财宝天王被法身佛安排成化身，保护在白武士大臣旁边，包含现在中途有很多的人信奉财神，都是他另外一个报身的化现。财宝天王当时在外星球上，为什么会随着白武士国王到处去建设呢？因为财宝天王这一族就是非常的欢乐，而且非常擅长于建设国家以及带来财富、文明与经济。当财宝天王来到地球时，由于人类也是很贫穷，希望能够脱离贫困，于是白武士国王把建设地球与带来财富的责任交付给财宝天王。不只是佛弟子，不管任何教派如何增长自己的福报与资粮，开启智慧，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印度，除了信仰大黑天护法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就是象头财神。那我们也请象头财神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象头财神当时也是跟随着佛陀一起来到地球，担任佛陀的大护法，守护在佛陀身旁。现在东南亚国家有很多人来祭拜他。
한전의 고 지고리라 하시는 나 죽고는 나 완진논이나 他也是跟随着佛陀来到地球，然后他在印度、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非常受欢迎，因为象头财神的外相非常的讨喜，不仅能赐予众生财富，还可以在人缘和爱情方面帮助众生圆满。其实他就是希望将蓝光神的法教传来地球，以及协助佛陀的弘法事业。不止财神，还有传说中国古代守护佛陀的非常有名的普巴金刚，也要为大家讲讲话，这可是听都没听过的呢。原来他就是外星人呀！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普巴金刚用梵语为我们说说话。만한 산노나라라 주마 한노로 만잖아 힌달라 간절로 말라 만말라 곰말라 한진을 깔라리 말레로 곤자레까 산말라 호지 혼말라 하살라 한좀 마자 마저 말라 하살라 普巴金刚说，就是来这么大的魔障，所以普巴金刚一定要来展现他的威德力，斩妖除魔。法身佛把他化现了遍满无数的普巴金刚，来斩除这些蜥蜴族，也希望在这样不断的斩除了几千亿、几万兆的这些异族、蜥蜴族，然后让人类越来越正常。在外太空有基拉雅星球，基拉雅普巴金刚本尊也是我们外星人。普巴金刚确实有很多的手，形象如唐卡所描绘的那样，所以他是外星人的形象，与我们人类的认知不太一样。普巴金刚当时也是随着佛陀来到地球，那么他们死亡以后，也是以报身的形态来守护众生。此外，蓝光神也化现了很多基拉雅本尊来守护大家。所以在寺庙里面，如果能够得到基拉雅守护的，或者修行本尊的基拉雅，其实它的由来就是如此。听完以上各个外星球上的外星人用梵语来为我们讲解2500年前的故事，有没有感到很震慑？这是史上未曾有过的记录，能够有这么多位外星球的守护神来为我们讲解，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呢。是吧？尤其中国古代有许多神秘的佛教护法神、财神，原来他们的由来是这么的特别。今天真的揭开中国2500年来的佛陀转世以来的秘密，前所未见，闻所未闻。是吧？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哦。相传佛国净土是许多佛教徒最向往去的地方，我们来听听佛陀，也就释迦牟尼佛亲自来叙说一下净土的模样。哇，净土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接下来听听就知道了。산마나 잔도문만 살라까 안전은 곤달라까라 꼬나 체달라까지 만마라 문마나 간자나 레지지 문나나 만도는 곤난 찬나르리 진나나 라라코나 제나라 또 꼬마 테테테 한나나라 꼬나 친나나라 꼬나지다 한나라 꼬마나라 단통과나 신디디다 한나라 꼬네니 나나네 누구네지 차차라 거라라다다 释迦牟尼佛说，感谢蓝光神在这个净土帮他们打造了一个当时古印度的王城，打造的完全跟当时他们肉身来转世时的古印度王城盛行佛法的那17一模一样。这个古印度王城金碧辉煌，里面有很多修行人，包括与佛陀有缘的阿罗汉、阿难尊者，他们全部都在这个净土中修行。还有很多往生之后被法身佛超度，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继续的修行的人们，这里面的造设都与古印度完全相同。非常感谢蓝光神。我们也请子圣为我们讲讲有关佛陀的故事。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佛教徒将来信仰释迦牟尼佛的，虔诚顶礼他、供奉他、修行守戒、行菩萨道，将来往生了，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眷属会来接引你们到他的净土去，这就是他对你们的一个承诺。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大臣，他其实是可以回到我们星球用肉身复活的，因为我们外星球有维生舱，有他的肉身，有他的 DNA 存档，就可以让释迦牟尼佛跟他的所有这些大臣在我们的星球复活，就跟你们一样，在地球用人身恢复他的大臣的职位。
但我当时有问过释迦牟尼佛，他说他不回星球，他愿意在净土继续救度我们人类众生，所以这是他的慈悲。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不再流行古代用文字来表达佛法的方式，现在用视频传播佛法比较快速有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胜乐金刚，它是密教修行的5大金刚之一，也是白教传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法。胜乐金刚其实也是我们外星族白武士正义联盟的一个成员，他们和普巴金刚一样，都是非常骁勇善战，所以能够在人间行诸法，守护弟子。现在就让胜乐金刚为大家开示。天哪，连佛教里的胜乐金刚也是外星球来的。迫不及待的想来听听胜乐金刚用梵语来为我们讲讲2500年前当时候的事。胜乐金刚的意思是说，世人会知道胜乐金刚，我们每一个星球每一个本尊的化身，都是因为国王来转世法身佛，把这个讯息传播给这些世人，包含你们今天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都是因为国王法身佛才能藉由这个肉身来传递他的讯息。他们也是多头多手，尤其是年纪越大的越多头越多手，他们身上拿的那些刀剑很多都是光剑，都是国王给的。当时就是把这些科技文明带到各个星球部族，然后来到地球，包含我们在诛杀蜥蜴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诛杀方法，然后传胜乐咒，就是借由这个肉身来传递他的讯息。如果没有这个肉身，护法在虚空中讲话，你们也听不到。那当然因为也好在，就是因为当时的因缘，2500年前的因缘，所以大家有共一个龙脉，就是南方的龙气，有龙气所通，所以这些护法或者本尊就能够降神，能够来讲话。外星球的武器光剑也都广为流传在外星球使用，原来白武士国王科技这么厉害。我们也来听听子胜为我们讲解佛教中的本尊有分成2种，到底里面的奥秘为何呢？本尊有2种，一种是我们外星球的报界的灵魂，这些报界的灵魂在地球，那么他们也没有忘了国王给他们的使命，继续守护着我们地球人。他们跟我们很多地球的子民一样，也是当时外星移民到地球的，所以你们之中也有很多是所谓的外星移民，来自各个部族。因为有各个部族，所以你们有各种不同的个性，有的比较慈悲，有的比较容易暴怒，这也是因为受到你们在原始的外星部族的潜意识所影响。当然随着几千年下来，你们已经身为人类，又一再投胎，不断的投胎，已经忘了你们原始的星球长相或相貌，你很可能只会在这里看到那个唐卡，然后感觉跟他特别投缘，说不定你其实就是从那个星球来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外星球的主尊留在地球，来救度他们在地球的子民，所以才会形成各个本尊。第2种是由法身佛所化现的本尊，因为这些外星的元神毕竟没有办法分散很多到每一个弟子的家中或佛堂，或者你在修行上的守护能力还不够，所以就由法身佛化现，依照胜乐，依照普巴也好，来化现各个本尊，甚至化现财神到你们家赐福。因为只有蓝光神有这个能力，化现一本尊去救度你们。所以这个本尊有一个原始的本尊，来自外星球的本尊，他来守护你们。一个是由法身化现来替代他们守护你们，但这2个其实也可以合体。原来佛教里的本尊故事是这样呀？不，这应该当是外星人的故事。听起来真的很神奇，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我们来听听财宝天王去说一下他的净土。财宝天王说，当时苏州古城的净土打造时，虽然是个古城，可是每个人在这里都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还有很多现代的东西也搬到苏州古城，也保留苏州古城当时的形态。
还有现代人的 buffet， 好吃的各式各样美食，例如说香肠、大龙虾、大螃蟹，还教会净土主厨煮人间美食。这是因为我打造净土时，必须依照众生的因缘，因为有很多古代人不是只有现代的灵，很多古代的灵魂，例如祖先灵，他们习惯于古代的生活，所以我为他们设计古代的城池，依照他们古代的环境形态去创造净土。当然，我也有创造现代净土，所以这是依照你们的愿力而可以到哪个净土。如果好好的修行，能够弘扬蓝光神的法教，修得好，都会被接引到各个净土去。那财宝天王的净土里面有香肠、龙虾、大鳌虾、红鲟，这全是我在人间化变给净土的，因为这些美食古代人没吃过，我觉得太好吃了。所以这样就知道，如果没有造物主蓝光神没有在我的身上，没有与我合一，我没有这能力去创造净土，这个一定要理解。人好好修行，能够被接引往生，当然你要修行成佛，这个困难度真的非常的高，因为这是累劫的福报跟功德。佛也分好多种果位，阿弥陀佛是13地，他是依他的愿力净土。16地佛就是造物主，原始佛就是法身佛，这个目前为止只有我本人一位。因为我可能在从出生的时候就这个因缘，然后修行，然后融合，最后跟宇宙的意识完全融合，我有能力在人间创造一净土救度众生，这个也请他们来解释。财宝天王也不会只待在苏州古城净土，他们是互通的。他们净土去古城住一住，就住大饭店，住阿布达比，那里有牛排 buffet， 可以逛百货珠宝、儿童乐园，各个地方都会去。上面也有游艇，这就是我为他们打造的净土。因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习惯不同，所以打造不同的净土。所以我特别用心用法身咒去复制现代地球上最辉煌的建筑，包括豪宅、别墅，然后一区区复制。用法身咒力复制以后放到净土，他们在净土所享用的各种的美食、大餐、游艇、名牌包等都有，上面甚至有法国巴黎铁塔的景色，还可以游泳塞纳河。所以这个是因为我是现代人，我用现代人的观点看，所以我打造如此多净土。他们净土古代人、现代人也有，都互相可以往来，互相交友。财宝天王说，因为幸好有信仰蓝光神紫薇圣人，所以基本上你们每个人的祖先灵大都有在不同的净土，所以要感谢蓝光神。原来净土是由紫薇圣人所创造的，那在还没创造之前呢，会是什么现象？这就要来听听佛教中有名的狮驼林主用梵语帮我们讲讲中国所谓的阴间是什么样的情况了。我们先听听子圣为我们介绍一下狮驼林主。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我创造净土，那灵界是什么现象？介绍一下狮驼林主。外星人很多分散在各地投胎，他是一位愿力，以前投胎在古代的中国，他是专门接引及管理灵界众生。狮驼林主讲话，他是讲梵文。狮驼林主说，当蓝光神还没创造净土时，根本就都是一片白白雾雾的，没有任何景象。不管是神指或灵界，他们所在的地方呈现出来很像布幕，弥漫住雾气。大家都是在这样的地方待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直都如此。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净土，不会有小桥流水、金碧辉煌，就只是雾气弥漫。而且很多灵界众生说，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那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比无主孤魂还要惨。因为无主孤魂还知道自己是孤魂，他们连自己是不是孤魂都不知道，缥缈在这个雾障里面好久好久，包含世间神指全部都是如此情况。其实那就是储气槽，
那要不是蓝光神国王把大家救回来，将大家安上法身天魂，然后创造不同的本尊净土，现在才能享受这个福报。不然过去外面很多超度等的，说是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没有的事情，就只是布幕、雾障、雾气，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意识，他们都全被抽到储气槽里面，气都是互对流的，一堆混杂的气，经过了非常久。我们把阴间、净土、鬼灵界，然后本尊、护法都请来讲，让大家对于修行会更有信心。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一位中医师陈俊次中医师来为大黑天尊者把脉，证明尊者是人，不是灵界。我是一名中西医师，那刚刚我为大黑天尊者把脉的结果呢是非常强而有力，而且很有规律，是一个正常人的脉象。那跟我们古书上面提到的鬼脉是非常不一样的，鬼脉是非常的细微，非常微弱，而且是把脉起来会有一种冷冷的感觉。那大黑天尊者的脉是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脉象。这一集真的是太炸裂了，可以说是外星秘密大破解。不但听到白武士国王的故事，还知道人类真正的起源以及亿万年的星际大战。地球受到白武士国王和白武士盟邦亿万年来的守护，他们一直在跟邪恶的蜥蜴族对战，保护星际与地球和平。我们真的要好好感谢白武士国王。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柔一，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内容，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来自宇宙银河的讯息。这不是普通的消息，而是来自阿斯塔银河指挥部的代表韦里昂，一个关于地球未来和平的重要讯息。这也相对印证了伏尼契手稿是邪恶外星人遗落在地球的手稿，证明邪恶外星人来到地球想掌控人类的讯息。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讯息来自于哪里呢？话说自1970年代开始，欧洲和北美洲各地陆续出现了诡异的麦田圈现象，很多农场的农作物在一夜之间出现不同的形状，如果从高空俯瞰就会发现是按照特定的形状形成了一个个特殊又平整的图案。哇，这些几何图案看起来似乎不是人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对于麦田圈的推测，一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就是恶作剧，二就是未知的力量。比如说外星人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人类带来一些讯息。其中提到英国汉普郡发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麦田圈，这个麦田圈的一边是外星人的样子，在外星人的右脸旁有3个小白点，而在图的右下角还有一个圆盘状的东西，上面布满了像素般大小的点，有点像是光盘。整个画面看起来像是外星人用左手托着光盘的样子。这样特殊的图案又代表住什么意义呢？经过研究后，有人发现这个圆盘图形正是一种2进位代码，麦子倒下的地方表示0，立着的地方表示1，例如010001010表示bin，如此顺着这条弯曲的线来解读。破译后发现那是一段英文信息，翻译成中文，小心那些虚假的礼物和不实的承诺。虽然你们会痛苦，但还来得及，要相信善意是存在的。我们反对欺骗，通道正在关闭。听说表达这样特殊讯息的麦田圈现象还不止一个。的确，举例来说，2015年6月28日，在意大利都灵也出现了藏有2进制码的麦田圈，破译后的信息是拉丁文，
这被认为是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的诗《伊尼亚斯基》里的段落，意思是说小心带来礼物的希腊人。不过这里的一听，在现代白话文里的意思则是外星人。原来这是来自于外星人的讯息。听起来这两个麦田圈似乎有同一个用意，好像尝试警告人类要小心某些人带来的礼物。这里很可能指的就是外星人或者是小灰人。但问题是，那些怀着善意守护人类的又是谁呢？这可以回溯到1977年11月26日的下午5点，在英国南部当天的新闻发生了件很神奇的外星小插曲。到底发生了什么外星小插曲？当时正是由英国独立电视新闻 RTM 新闻主播安德鲁·加德纳播报的。在新闻开始后10分钟，诡异的现象突然发生了。电视画面突然开始扭曲抖动并嗡嗡作响，接着声音和画面被一个怪异的声音和影像所取代。电视台讯息被干扰了。没错，这声音还发表了一段将近6分钟的演讲，之后电视台信号才恢复正常。这起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电视台给观众们道歉，给的理由是当天电视台信号被劫持了。电视台表示那是一个恶作剧，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这个恶作剧者都没有被找到。维基百科上也承认那是一起神秘事件，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在那个年代，要劫持信号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这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和成本的。但如果真的是恶作剧，那到底是谁呢？又有什么样的动机？这出现在电视上6分钟的神秘声音，说出了令人震惊的信息。随着电视画面闪烁，有个低沉的男性声音取代了新闻主播安德鲁·加德纳的声音。到底这个声音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看一段林西奥，带大家来看看那个声音要说的讯息。这是阿斯塔银河指挥部的代表维里昂在说话。多年来，你们一直把我们看作天空中的星光。我们现在以和平的文明的方式与你们交谈，就好像我们对你们地球上的兄弟姐妹所做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警告你们的种族关于你们世界的命运，以便你们可以转告你们的同胞必须要走的路，这样才可以避免一场生命灾难的发生。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地球进入水瓶座新时代时，你们可以分享伟大的觉醒。新时代也可以成为你们种族伟大和平与进化的时代，不过前提是你们的统治者要意识到可能蒙蔽他们判断能力的邪恶力量。现在请安静下来听我说，因为你们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你们所有的邪恶武器都必须被移除。冲突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作为你们种族的一份子，可能要前进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不过你得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到。你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学习怎么善良平和的共处。在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地方，许多小团体正在学习这么做，以便将新时代的黎明曙光传递给你们所有人。你可以自由地选择接受或拒绝他们的交易，但是只有那些学会怎么和平生活的人，才能进入灵性进化的更高境界中去。现在请听听阿斯塔银河指挥部代表维里昂对你说话的声音。你们也必须注意，许多假先知和指导者会操纵你们的世界，他们会从你的身上吸取能量，你们叫做金钱的能量最终会流向邪恶的末端，回头换来的是没用的渣子。你们内在神圣的自我会保护你们免受这种伤害。你们必须学会聆听内在的声音，它能告诉你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困惑、混乱和谎言。学会倾听真理的声音，它就是你的内在，你将能够引导自己走向进化的道路上。这是我们给亲爱的朋友们的忠告。我们多年来都在看着你们成长，就如同你们也一直在看着我们天上的星光。你们现在知道我们就在这里。
在你们地球上和地球附近还有更多生命存在着，比你们的科学家认识的还要多。我们深切关心你，关心你们走向光辉的道路，也会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你。请不要害怕，亲自去寻找你们想要的答案，用你们的星球地球的方法去和谐的生活吧。来自阿斯塔银河指挥部的我们感谢你们的关注。现在我们将要离开你们所在的维度，愿你们被至高无上的爱和宇宙的真理所祝福。天呀，那谁是阿斯塔呢？为何又提出这些讯息呢？根据网络上所获得的资讯，韦里昂提到他来自阿斯塔银河指挥部。银河联邦被认为是银河系里许多恒星文明组成的一个联盟，是所有种族平衡且松散的组织，正在扩展银河能量光网络。银河联邦有一个名为阿斯塔指挥部的特殊单位，韦里昂就是其中的一个太空指挥官，有着金色的长发和美丽的外貌，表现也比较仁慈，还经常向人类传播有关和平及精神启蒙的信息，名气还不小。阿斯塔所属的种族意识似乎比人还要高，因为他们在参与保护地球的任务，同时还帮助指引人类。不过阿斯塔却不是神，他们只是精神导师，也有人把他们视为外星人。这带来的讯息似乎提醒人类，多年来地球被操控着，但即将结束这冲突的时代，迎向和平。而且重要的是，里面也提到在地球之外存在更多生命，这就代表着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这也相对印证福尼契手稿是邪恶外星人遗落在地球的手稿，述说到地球想掌控人类的讯息。这名来自阿斯塔银河指挥部的人和另外一件外星人的讯息有些相似。另外一件外星事件又是什么呢？据说一名叫做斯瓦鲁的昴宿星人给地球发出警告，在一次特殊的采访中，斯瓦鲁说人类把他们当作天使，这就和韦里昂所说的星光很相似。根据斯瓦鲁的说法，少数的昴宿星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到过地球了，不过从1952年开始，他们是成批的来到地球，为的就是要阻止恶势力大量的剔除人类。他们之所以要帮助人类，是因为地球人和他们一样都是来自宇宙的种子。当人类受到负面势力的压迫时，某些星人也不会自由。同时，因为某些星人也有业力，当他们帮助人类时，就能把自己的业力清理掉。斯瓦鲁更劝说，只有人类改变内心，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他们想要点醒人类，当关键的人觉醒之后，其他的人也会跟上。这的确跟电视台讯号被劫持的事件所要表达出的讯息很雷同。1977年英国电视台信号劫持事件，多数的资料都提到电视信号被劫持长达6分钟，但是网上能够找到相关演讲的内容却只有5分钟左右。为什么会有这样短缺的情形？网上的文字转录流传了另一个版本，是更完整的6分钟版本。难道说其中1分钟的内容被刻意隐藏吗？如果是，那原因又为何呢？好想知道被隐藏的1分钟里面有什么样的讯息。在隐藏的1分钟中，韦里昂提到，多年来，你们的科学家、政府和将领没有理会我们的警告，他们还是跟随着邪恶力量继续核能的试验。原子弹能够瞬间摧毁地球和邻近的环境，原子能源所排泄出的废物将会在未来的几千年毒害你们的星球。我们在进化道路走得比你们远，因此早已认识到核能对生命有害，它的运用不会带来和平。因此，一切有关核能的利用和研究一定要马上停止，否则你们全人类都将会面临毁灭的风险。针对遗漏的1分钟内容，人们对此产生2种可能。
一是有人在英文版本里嵌入这1分钟的资料，二则有人把部分资料从视频中删除了。实际上，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的确播放各种不完整的内容，有混淆视听的可能。因为隐藏的部分内容提到核能，涉及到太多现实利益，所以许多人倾向认为第二种可能，也就是有人将这一段视频给剪辑删除了。其实视频中提到阿斯塔和银河联邦，目前还是没有科学证据，因此也有人认为阿斯塔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或者是某种信仰体系中的代表性人物，而一切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一位和阿斯塔沟通的神秘通信人。我们以下来看看相关的 VCR。2020年12月8日 NBC 新闻报道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以色列前太空局局长海姆·埃希德透露，地球人已与银河联邦的外星人建立联系。他表示，外星人对人类充满好奇，并尝试理解宇宙结构。目前，美国已与外星人签署多项协议，外星人协助在火星建造地下基地，双方代表均驻扎于此。埃希德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知悉此事，曾差点公开，但被阻止以避免恐慌。他认为，人类尚未做好迎接外星文明的准备，银河联邦正在等待全球普遍接受太空概念的时机。埃希德选择此刻发声，是因为社会态度转变，且他认为现在公布的风险已远低于5年前。这段 VCR 证实外星人的确早已来到了地球，而且如果银河联邦真如埃希德所说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组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其实关于银河联邦的资料并不多，但是根据一些资料，银河联邦的阿斯塔指挥部，阿斯塔就是银河联盟的一分子，同时也是昴宿星人。在太阳系有大量的母舰，在太阳系里所有的战略位置都是阿斯塔指挥部的母船。这些重要战略位置的母舰大约长达4000公里，而地球周围的母舰会比较小一些。母舰的主要工作是用来稳定地球板块运动，并阻止阴谋集团的威胁，阻止核战和帮助人类觉醒。原来来自这6分钟的忠告，主要是劝人回归善良并且停止核战，而且人类必须注重内在的变化，要保持善良才能促进人类的进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子胜对以上的资讯所做的开示吧。因为人类正在被蜥蜴人所控制，拼命制造核弹，散播仇恨，自我毁灭，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阻止的事，努力的诛杀蜥蜴魂时，将人类灵魂从中拯救出来。我想这是我们白武士给人类的警告。银河联邦就是我们白武士统治宇宙所组成的正义联盟，里昂的舰队是几十年前派往地球搜寻我的，他们现在不敢靠近地球，只在地球附近守护，因为地球有庞大的抽气机，进入地球会被蜥蜴人控制。现在等我将蜥蜴气清除灭绝，才敢进入地球。昴宿星球是他们的临时基地，火星基地计划是怕万一地球失守，人类会全部被蜥蜴人控制，到时的撤离计划，我已经透过机器人跟他们联系上，了解了。原来这些都在预告着地球人类多年来所面临的隐藏危机，但人类却不自知。还好有紫薇圣人，这些隐藏的危机一一被披露出来，并且人类的灵魂正在被拯救中。可怕的阴谋即将被瓦解，由宇宙深处所发出的讯息，一再提醒着人类应该正视这场灾厄，听从紫薇圣人的指引，让人类从这场骗局中清醒过来。这集外传非常的精彩，相信大家会想要更深入去了解更多宇宙的秘密。那大家就持续关注紫薇圣人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集再会。